你们俩的事情拖到现在，是有我的原因的。您别这么说，我非常能够理解您作为一个父亲对倩倩婚事的慎重。哎，江河，还记得你到我的酒席上去抓人的事情吗？啊？仗着自己有点本事啊，一副胆大包天的样子。那时候啊，我可把您给得罪惨了。我听倩倩跟我说，她没见过您那么生气过。可不是嘛，可没想到后来组织上偏偏把你派到东江港来搞改革。我就想啊，这江河到了我一手创建的东江港，那得把我的东江港折腾成什么样子呀？这秦池和朱三才他们听说了，那心里就更不平衡了，跑到我这儿来抱怨。你到了这个东江港，又搞资产重组，搞得那些老港口人啊，这怨声载道。我就更想了啊，这小子是不懂装懂，踩着别人的血汗搞政绩工程嘛。这个时候，啊，倩倩就偏偏喜欢上你了，你说我这心里能接受吗？我那个时候啊，也是带着不理解的情绪来的，所以在工作方式上面跟您沟通的还不够，怪不得您生气。这人呐，这一看着谁哪儿不顺眼啊，有成见，看哪都不顺眼。你别说，这事实后来证明啊，这程副省长眼光确实独到。你看你后来把这东江港搞得多有起色呀！哎呀，看来啊，我呀这思想啊是固化了，没有跟上时代改革的步伐呀。卢市长，您对东江港有初创之功，您那个时候碰到的困难，肯定比现在还多。我后面向您取经学习的地方还很多。老了，在与时俱进这4个字上啊，我惭愧啊。这些年在港口工作上，我作为你的上级，对你的支持是不够的。我要给你做自我批评。您这话严重了。我这次从任上提前退下来，你没有受风言风语的影响，对倩倩还是一如既往。这以后我把倩倩交给你，我放心。只是没想到这孩子，怎么现在又犯起轴来了？他想出国深造，是好事儿。何况，我的事情对他的心理还是有点影响的。让他缓一缓也好。你和倩倩感情上的事情，以后你们自己做主。请慢用。
你再动手我就报警了。你没事吧？坐。刚才谢谢你啊。不会啊，你怎么称呼啊？秦海涛，秦始皇的秦。你呢？我叫伊娜，伊丽莎白的伊。哦，伊丽莎白。那么，请问伊丽莎白小姐刚才没受伤吗？没事儿。那就好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你很像我之前的一个朋友。这个搭话的招也太老套了吧？那我是不是应该说，我也有一个前男友姓秦啊？别误会，我说的是真的。一见到你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有一种特别熟悉的感觉。那是我的荣幸。时间不早了，我该回家了。啊，这就走了？我送你一下吧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回去就好。一个女孩子怪不安全的，我还是送你吧。真的不用了。我把我的联系方式给你，这样子我就可以把衣服还给你了。好，拜拜。这次咱们联合和长鼎拿下设备标，也算是功德圆满吧。哎呀，这以后咱们自己的港机伴随这片新海港，就可以一起发展壮大了。哎，我说这刚完成一个小目标，你又琢磨啥呢？一位，我现在就能看到这里以后暗桥林立、巨轮云集的样子。你这么一说啊，我感觉我也能看见以后港口所有的设备上，都有我们东江长鼎港机的标志，还有一艘艘超巴拿马级货轮都停在岸边，那家伙壮观呢，而且是在智能化的码头上。老话说画饼充饥，这话呀还是有道理的。我们现在不就是看着这幅蓝图拼命朝前跑的吗？朝前跑呢固然没错，但是适当的时候啊，你也放慢脚步，看看身边的人啊。我听你这话，是话里有话呀。我可听说卢倩要出国学习去了，你真舍得放她走了？他学的是港口经济，学生回来还能为东江港做更多的事儿。这要放在他爸没出事之前，他出国学习当然是好事儿了。这现在他爸引咎辞职了，退休在家，你们俩事儿又没个着落，这个时候你让他走，你能放心啊？这船呀，拴在海港最放心，这人能拴吗？定了哪天走了吗？下周末。这么快？
读书充电是好事儿，我支持。我就是希望你的这个决定是慎重的，不是为了和我赌气或者别的什么原因。其实我以前就想出去学习了，正好有这么个机会，我觉得挺好的，我想好好珍惜一下。那你不生我气了？刚开始出事的时候，我确实挺生你气的。你坚持你的原则，什么都不告诉我，我理解。可是当时的情况下，我没有办法接受你的说辞。我没有你想象那么理性。我理解。我爸虽然退下来了，可是那些风言风语还在。我想先出国待一段时间，好好静一静。我尊重你的决定。国家“一带一路”的合作倡议也给我们东江港的发展带来了契机。陈副省长指示我们，抓住机会，深化改革。我们不但要建造海港，还要发展海外业务，在海上丝绸之路上，建造我们自己的港口链条，完善我们的产业布局。经过前期的调研和讨论，专家团给我们的意见是，让我们直接收购一家海外港口。我赞成这个方案。咱们港口集团自从上市以来，就需要这样的大手笔、大气魄。话虽如此，但是收购外港风险还是很多的，必须谨慎啊。收购港口，动辄10几亿，资金回抽期又比较长，的确需要慎之又慎啊。是啊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派人到实地进行进一步的考察。关于港口标的，我们会综合各个方面来考量。目前我们已经锁定了6个标的港口，做出了一个初步的考察方案。主要是考察呢，所在国的政局是否稳定，和我国的关系是否友好，以及当地的人文素质、文化传统等等。最终确定标的呢，是根据海港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地缘等各个方面的指标来做最后的终极研判。看来啊，这个考察人员是非常重要的，派谁去合适呢？那秦总，你有什么人选吗？以沈总做了这么多大量的前期调研来看，派他去合情合理。我觉得呀，郭总和张总合适。那张总呢，擅长财务，是铁算盘；郭总呢，对港口的运营也熟。这样也好。那以后需要我的地方，我也义不容辞。秦总，你是常务副总，这公司方方面面都需要你费心。那既然如此，老张，咱们就跑一趟。没问题。
嗨，伊娜，欢迎欢迎啊！不会打扰你吧？哪有，欢迎打扰。你的衣服，那天晚上谢谢你。你笑什么？我笑啊，那天晚上那一脚，英姿飒爽。不要笑我了，那天晚上太野蛮了。来吧，到了。哇，你们家好气派呀！我最喜欢这种带花园的了。这可都是我用勤劳的双手一砖一瓦堆出来的。那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？之前是跑船队的，后来把船队卖了，专心做古董生意了。古董生意？嗯，我特别崇拜你们这些做古董生意的。哦，我觉得你们学识渊博，贯通古今。这么感兴趣，我带你参观一下。好啊。行。收藏间的这些呢，只是我的个人爱好而已，都不值什么钱。来，我带你看一下这些。这个，我记得当时收它的时候应该只有80万，现在市值应该估到500-600万了吧？想不到古董生意有这么高的利润。其实也有看走眼的时候，所以说啊，收藏呢，有时候不仅靠的是实力，还是要靠一些运气的。这个也是古董吗？啊，这个不是，这是我多年前在鬼市上淘的。这个铜牛有什么特别的吗？怎么入了你的法眼？我记得当年我买它的时候，我发现牛腹上有一个镜子，让我想起了一个很久不联系的亲人，所以我就顺手把它买下来了。看不出来，你还挺念亲情的嘛。一个人如果连亲情都不念的话，那也没必要在这个世界上苟活了。我记得你说过，你之前是搞运输的，那后来是因为什么原因把船队卖了呢？之前我前女友手头上有一些资源，所以说业务上是不用发愁的。后来她去世了，所以业务也就没了，我只好把船队卖了。那你爱你的前女友吗？当然。你现在还和以前一样爱她吗？除非她死而复生，要不然我可能没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。那如果她真的死而复生了呢？我会像原来一样爱她。伊娜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啊？爱她？干嘛哭啊？我就是方秋萍。啊？你说什么？海涛，你听我说，我没死。船沉了之后，我游到下游被一个渔民救起，后来整了容，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你到底是谁？你为什么要冒充方秋萍啊？我知道你很难相信。这张照片你记得吗？这是我生日那天你和我一起在街心酒店照的。还有这条项链，这是我生日那天你送给我的，记得吗？我记得，我记得。不可能！如果你是方秋萍，你为什么要炸死呢？
还有，你为什么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出现过？我怕我们的寿眉款东窗事发，我不想再整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，我也不想再和廖汉忠做夫妻。正好有这么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我就想着顺理成章的消失，等到时机成熟再回来。我也没有想到一等就是这么多年。海棠，你还记得这颗痣吗？你真是秋萍。我就是方秋萍，海棠。丁总啊，咱们好长时间没见面了吧？今天请您到这里来，一呢是因为这里安静，再就是想请您喝个茶，咱们叙叙旧，聊聊天儿啊。理解。现在这个形势，你现在这个处境啊，怎么今天特意要和我见面？有什么事儿？哎，说来惭愧啊。上次招投标，我是有心无力，没能帮上忙，心里过意不去。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，咱不提啊。你晚不了钱嘛，都尽力了。和丁氏合作，不在于这一时一事。话是这么说，不过自从江河、沈一威的这个上市的事情以后，对我就有所提防。以后在东江港想动点手脚，恐怕越来越难喽。江河警惕性很强，你得注意了。我倒不会让他抓住什么把柄。不过丁总，我倒是替您鸣不平。说起来，江河还和您沾点亲呢。没想到在对丁氏这方面，他居然下黑手，毫不留情啊！江河是对我是一点儿都不客气啊！原本我还想让薇薇和他和好，幸亏没有走到这一步啊！咱们不应该在东江市里见面，这次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吧？丁总，我这次请您来呢，就是想告诉你，有一个机会就在眼前。什么机会？港口集团打算在“一带一路”沿线收购一座海港。江河已经锁定了6个标的港口，现在准备派人去考察呢。你的意思是？丁总啊，这果子在我手里面，江河想要分一口，这代价不是由我来开吗？
中资企业想要在海外收购，难度比在国内大多了。这个您最清楚了。丁氏的根基就在海外。这江河贪功冒进，不自量力，我们好好的给他一个教训，也是为了他好。6块标的，秦总，你高估我了。这个布网是需要时间的，况且这个网铺大了，你收不回来呀。这海外收购考虑的方方面面的东西很多，前期考察、风险评估，董事会讨论，最后到收购团队介入，这需要很长的时间。什么时候撒网布局？以咱们这么多年的合作，这个默契度，我相信还是有的。秦总的意思是，我在前面栽好树，守株待兔就行了。我在前面引，时机一到，您就撒饵。只要这标的在您的掌控当中，他江河想要拿，就得从您的虎口里拔牙。这一回，我们要不狠狠地宰他一次，怎么对得起他上次对丁氏集团捅的一刀呢？这个网咱要布好了，我丁氏可以保证，你就可以颐养天年了，哈。老兄啊，不瞒你说，我现在被江河、沈一威处处牵制。我这个副总干呢，越来越憋屈了，早就萌生了退役，想到加拿大去陪一陪老婆孩子。所以，这一局我一定竭尽全力。好，预祝我们合作成功。合作成功。全世界经济总量超过一半都集中在沿海300公里以内，欧美如此，我国也不例外。所以这个事儿还得干，是大势所趋。如果我们不先走出这一步，就会再次被历史淘汰。而且在“一带一路”上建设海港，能让我们走出长盛不衰的一步。所以这一次收购海港，又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，丝毫马虎不得。你们机票都订好了？订好了。明天一早就出发。你们这一次去任重道远我就在海港等待你们的好消息。江总，您放心，我们一定做好完善的准备，圆满完成这次考察任务。老杨，这几个月辛苦你了。董事长，您太客气了。这么多年来，您跟丁总对欧阳照顾有加，这点委屈还是受得了的。我已经跟嘉国凯伦港的负责人做了具体指示，让他们一定做好各项准备，一定要确保这次在港口集团的考察之中能够脱颖而出，成为最终标的。那凯伦长的关系，一定要注意保密。这一点您尽可以放心。之前凯伦港是以一家在海外单独注册公司名义收购的，外人根本查不出来，凯伦港其实是我们丁氏集团的产业。这次的估价是多少？之前收购是4亿美金，现在打算做8个亿美金的市值。不过有一点我比较疑虑，就是当初我们在做美马投资产评估的过程中，江河可是吃过亏的。我担心他这次不会轻易上当啊。这个我已经考虑过了，整个过程咱们丁氏都不露面。只要凯伦港进入最后的标的，他们就会找当地的律师事务所和评估公司。咱们人生地不熟，当地的大公司和事务所就这么几个，你只需要提前做好他们的工作。东江港那边有秦池呢，我们会第一时间得到消息。关键是注意好保密。董事长，我怎么觉得这次秦池对我们帮助力度很大，超过以往任何一次了。秦池这次是想明白了，
做完了这一单，他就去加拿大陪他的老婆孩子了。哎，你看，又吃泡面，对身体不好。对啊，泡面里都是防腐剂，多吃不好。有啥不好的？有荤有素有汤。哎呀，这自从卢倩一走，你这一日三餐也没个着落。行了，别婆婆妈妈了，说正事儿。海外资产收购的程序和要求搞明白了吗？都明白了。中期海外港口的审批权限、报批程序还有投资方式都打印出来了。还有啊，律师事务所和会计事务所这2个中介机构，咱们怎么定啊？等老张跟老郭把标的定下来以后呢，我们在当地找1、2家口碑好、信誉好的可靠机构。早上的时候，我跟郭总他们联系了，他们现在已经完成了对5家港口的考察，还差最后一家加国的凯伦港。我今天见了赵副市长，新来的，他很重视我们的港口集团，催着我们加速收购的步伐。你也给郭总带个信儿，你跟他说现在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，让他抓紧了。再等3个小时吧，等那边天亮了我就打电话。这段时间卢倩姐不也在加国做调研吗？郭总、张总去了，可以顺便见一下卢倩姐，她应该可以提供一些当地的情况。是吗？这得联系啊，这肯定得联系啊！啊，你看，一方面让卢倩也帮忙我们做点工作，另一方面也让郭总他们代表江总去问问一下。你看一个女孩家的，在异国他乡多不方便啊，不容易哈，真不容易，是吧，江总？这事儿还要向我汇报吗？还有要汇报的吗？没有，赶紧干活去吧。行啊，干活。江总，等我跟卢倩姐联系上了，一定来跟你汇报啊。丁总，您找有事儿啊？不是不让你私自去见秦海涛吗？你为什么去啊？我没有啊，丁总。别没有了，有人看见了。丁总，我这样做是有原因的，您听我解释。我们从云南回来之后，我就一直在想黄敬业的话是否可信。我左思右想，觉得还是应该去找秦海涛套话，所以才想尽办法接近他。我这也是为了要找金印呢。套出什么来了？我真有一个重大发现，就算今天您不找我来，我也是要来跟您汇报的。我去了秦海涛家里，在他的房间里面发现了一个铜牛摆设，跟黄敬业描述的非常相似。真的？真的。牛肚子上面还有一个字，黄敬业的敬字。秦海涛说这个铜牛摆设是他多年前在鬼市上淘的，我也觉得很巧合，但又不敢确定，所以就想先跟您汇报一下，看看您的指示。能弄出来吗？这个秦海涛表面上对这个铜牛好像不太在意，可是我也不知道他是真的还是装的，我怕贸然去要的话会引起他的怀疑，或者我可以想别的办法把它弄出来，我们验一下就知道了。果然有魅力，这么短的时间，秦海涛的房间你都来去自如了，那你快去办吧，一定要稳妥。丁总放心。哎，儿子，你妈呢？哎，妈，爸找你。来啦。
你们都是挺好的吧？我们都挺好的，你呀要自己照顾好自己。想你了。都挺好，都挺好。你什么时候过来看我们呀？会的，很快了。抓紧时间来呀，爸，想你了。嗯，好。空的泪，谁在哪里掉眼泪？还有谁分得清微笑还是无泪？爱着谁，不想让人觉察爱的谁，又怎样？如何分清努力的方向？他的心，他的无心的眼神，他的泪，他的无言以对，离人醉，容不得任何后悔，不后退，寻找幸福真相。我们的路和通往相同的地方，我们的爱可有让指针停止的力量。最美的那束光，带来温暖的光亮。最爱的那个人，会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样。海涛，上次我让你想的事儿，你想的怎么样了？我们一起拿了钱到海外去。秋萍啊，先不说这钱有赵达夫的一份儿，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绕开他挪动这笔钱。就算我们真的可以把他带走，我这家也在东江。你说你让我一下子把所有都撇下，我还真是得好好考虑考虑。你以前不常说为了我什么都愿意做吗？怎么，到了兑现承诺的时候你就反悔了？我没有反悔，我是想，你看，现在你已经回来了，没有人认识你，我们在这里待着不是挺好的吗？海涛，我不能再走回头路了，我不想再被困在东江了。这里这么多人认识方秋萍，让我每天遮遮掩掩的生活，我还不如死了算了。秋萍，别这么说行不行啊？好不容易死里逃生，别把死挂在嘴边上。你要是真的爱我，就跟我走。我们怎么样摆脱赵达夫，把那笔钱拿到？赵达夫还不容易吗？只要黑了他的手机，拿到动态密码，我们就能拿了钱远走高飞。他这些年捞的也够了，他跟丁氏集团的那些猫腻，别人不知道，我还不知道吗？丁氏集团？你怎么知道他跟他们有联系啊？老实跟你说吧，海涛，我因为偶然的机会认识了丁氏的董事长，我整容和换身份也得到了他的帮助。他们为什么要帮你啊？这个我不能告诉你，但你相信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未来。你让我再考虑考虑。老郭，你们那边现在是晚上吧？怎么样，时差倒好了吗？江总啊，这2天我们倒时差都倒得有点懵了，不过还好，我跟老张呢已经慢慢适应了。现在情况怎么样？哦，我们对圈定的6个收购标的呢，都跑了一遍，最后选定了2个重点标的。2个？哪2个？
目前我们确定的2个重点标的就是塞国的德斯港，还有就是加国的凯伦港。这2个港口呢，都处于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延伸区域，地理位置十分重要。随着“一带一路”的推进，后期的发展空间会很大。